ROG Phone 最近的更新频率好像越来越跟得上节奏了。没错，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热腾腾刚刚发表的 ROG Phone 7，并且 ROG 这次没有吊大家的胃口，直接就发了 Ultimate 的版本。直接来看亮点，无论是空气动力散热阀、全新设计的大面积 VC 均温板，以及全新一代搭载制冷晶片的空气动力风扇7，除了散热更强、灯效更赞这种对 ROG 来说已经算是常规更新的部分之外，ROG 这次也采用了全新的双风道设计，让正面也能出风降温。小惊喜是 ROG 居然在这组风扇内还塞进了重低音喇叭，强化外放音效的低频表现，实际体验还蛮有感的。在去年6D Ultimate 登场的空气动力散热阀，这次也有保留下来。总之，这期节目帮你团队一样，尽可能把大家想知道的效能测试都测了，究竟实际表现如何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话说，我认真觉得 ROG 最近的表现越来越在节奏上了，像是 ROG 去年果断跳过了火龙系列的 A Gen 1，直接用上了台积电制成的 A Plus Gen 1，整个效能、能耗表现都有着飞跃性的提升。然而 ROG Phone 6系列从推出以来，整个正面评价还是比较稳定的。而现在更强、能耗更好 ，GPU 又迎来一次革命性升级的 A Gen 2登场了。ROG 当然也没闲着 ，ROG Phone 7系列现在正式跟大家见面。这次 ROG Phone 7系列总共推出了2个版本，分别是 ROG Phone 7以及 ROG Phone 7 Ultimate。首先看到我们手上的是 ROG Phone 7 Ultimate， 整个 ID 设计相较起 ROG Phone 6系列的设计语言是大致相同的。不过 ROG Phone 7 Ultimate 第一眼的感觉，怎么感觉在设计上有点收敛啊？整个简约干净了许多。不过经典的大斜切，中间这块 ROG Vision 彩色后置幻视萤幕，以及中心的空气动力散热阀，辨识度上依旧很高，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ROG Phone。我们今天也主要会测的是 Ultimate 的版本。同时登场的还有 ROG Phone 7，这款的设计就真的很 ROG 了，同样也是经典的大斜切，并且也跟上了他们近几年在笔电上常用的透视元素，再加上经典的 ROG RGB logo。这次纯看外观的话 ，ROG Phone 7整个是更加活泼的。不过敲完 ROG 之后，可以做真的透视背盖，搭配上白色系的 PCB 装饰，一定非常漂亮。整体来说，两款的风格完全不同 ，Ultimate 简约利落，精致感很够，而 ROG Phone 7整体都更加科幻现代。大家这次比较喜欢哪一支的 ID 设计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回到节目，既然身为 ROG Phone 7 Ultimate。ROG 这次同样采用了至中 SoC 的内部堆叠，并且继承了去年发表的6D Ultimate。ROG Phone 7 Ultimate 同样在机身至中的位置，也就是处理器位置的上方，加上了可以让风扇气流直接吹进内部散热鳍片的空气动力散热阀。我们现在把阀门打开，这样就可以直接看到整排的散热鳍片，隐约的还可以看到连接 VC 均温板的底座。这样看可能还不太清楚。为了让大家直观看到这块 VC 到底有多大 ，ROG 直接拆了一块 VC 均温板本人给大家看。对比一下手机本体，这块 VC 的面积占比还是非常疯狂啊！并且这块 VC 也经过重新设计 ，ROG 就是把这个新设计的 VC 均温板称为速冷循环液态均温板。没关系，我知道全名有点长，我们来解构一下。后面这5个字“液态均温板”，大家应该都能理解。所以问题就是前面这4个字，到底什么是速冷循环啊？这边就要简单科普一下 VC 液态均温板了。VC 的全称叫做 Vapor Chamber， 各家大多称为均温板或是均热板。目的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为了快速把热从处理器上带走。并且你们看，这么一大块金属嘛，也就可以透过大面积的 VC 让热更快的被带走。不过问题来了，这块金属片到底液态在哪里？你不要看它薄薄的一片，实际上里面是有封装液体在里面的。运作的原理也很简单，不严谨，但最简单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在均温板内，因为已经被抽到了真空，所以在真空的环境中，水的沸点会变得非常的低。如此一来，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被加热的液体让热整个散开，快速的把热带到整块 VC 均温板上。
当然还有各种同网毛细现象的解决方案，我们这边就不先展开来讲。重点是问题来了，这些窜出去的水蒸气之后就在 VC 的各个角落，无法快速的回到处理器的热源位置。而当这些水不回来的话，整个散热效率就会开始降低。所以，为了提升整个循环过程的效率 ，ROG 这次就把小心思动向了如何快速回水。还是回来看这块 ROG 重新设计过的 VC，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6个凸起的直线，这6条就是 ROG 这次打造的冷凝通道。透过2条缝隙为一组的6条通道，让四散在各处的液体在冷凝之后可以快速回到发热位置，并且这些小凸点也有细节哦。咦，这边刚好有一组放大镜。ROG 在凸起的小铜柱上加上了3叉形状的细小凸起，官方称为3叉圆柱设计，或者是说 Y 字形的缝隙，让整个回水效率更快。如此一来，加热四散、冷凝回水、加热四散、冷凝回水的循环效率就来得更快。所以总结一下，这次的2个改进都是为了提升回水效率。第一，2小条一组，总共6大条的冷凝通道。第二，3叉圆柱设计加速回水效率，这也是 ROG 为什么把这块 VC 叫做速冷循环液态均温板的原因了。最后，为了快速把均温板上的热带走，所以 ROG 就在顶部连接了刚刚有看到的散热鳍片，以及空气动力散热阀，以及把风直接吹向散热阀的空气动力风扇。所以整个散热逻辑都还是蛮巧妙的哦。每一个散热硬体都有各自的目标，经过层层的堆叠，把热导出来，最后透过机身、外部风扇把整个系统的热给解掉。此外 ，ROG 历代的大面积石墨散热片，以及从6代开始在处理器上打的3300毫克氮化硼，也就是之前介绍过常用于航太工业的低雷诺数散热材料都保留下来，整个散热堆料还是非常的满，真的就是堆好堆满。根据 ROG 的数据，这套全新设计的速冷循环液态均温板，也让散热效率提升了168%。不过还是老话一句，用看的当然很强，重点还是实际表现。毕竟邦尼存在的价值就是详细帮大家测各种情境下的表现。究竟这次 ROG Phone 7 Ultimate 的表现如何？邦尼就接着来测。对了，这个散热阀没有装风扇的时候是不会打开的。取下风扇就会自动关闭，这边是为了示范才透过 Armoury Crate 手动开启。整个机构有50多个精密组件，千万不要暴力把它开启或是推回去。顺带一提 ，ROG Phone 7 Ultimate 虽然有这个空气动力散热阀，但在开启状态下一样可以达到 IP54 的防尘防水等级，可以达成日常防泼水的效果。接着，我相信大家都久等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大家期待的效能测试。邦尼团队手上的 ROG Phone 7 Ultimate 搭载的就是新一代被誉为 Android 阵营救世主的高通新世代旗舰晶片 Snapdragon 8 Gen 2，采用台积电制程。处理器本身很强，但 ROG 能怎么释放这颗效能怪兽，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外，这次 ROG 在 ROG Phone 7 Ultimate 上同样采用了新一代的 16GB LPDDR5X 的 RAM。比较特别的是 ，ROG 用的是8533 Mbps 的满血高频版本，相当起 LPDDR5 提升了33%。而在储存空间部分，一样用上了最新的 UFS 4.0 512GB 的 ROM， 反正在堆料上，你永远可以相信 ROG。而在效能模式上，一样提供了超长续航、动态效能、X 模式3档选择。挂上风扇之后 ，X 模式就会进一步解放成 X Plus 模式。全新的空气动力风扇器同样拥有智能、风冷、全程启动制冷晶片的酷寒，以及需要插电后完全解放散热效率的极动模式4档选择。我们就直接详细来测吧。首先还是带大家来看基础的效能测试。先看到 Geekbench 5，在 ROG Phone 7 Ultimate 上拿下了单核1477分，多核5166分。我们直接跟 A Plus Gen 1对比。单核的提升来到了12%，多核的差距则是达到了22.2%。在整个效能的释放上，的确已经达到了 A Gen 2跑满的表现。而在 GPU 部分，邦尼也直接实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ROG Phone 7 Ultimate 拿下了3755分，
相较起 A+ Gen 1提升达到了 33%， 如果是跟888对比，更是翻了 2.45 倍。这也是高通旗舰 GPU 反超苹果 A16 的一代佳作。理论效能我们就赶快带过，毕竟实战才是重点。以下邦尼也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结果给大家参考了。好，我们要开始实战测试了。对于电竞手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战场。今年同样为了降低环境温度对测试结果的影响，邦尼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PUBG 直接测 X 模式，在 HDR 极限帧率30分钟左右的游玩下，平均帧数达到了60 FPS。没错，这是稳稳的60。温度全程只有温温的，正面35.6度，背面33.8度，都比体温还低啊，完全没有压力。重点来了，功耗。上一代 ROG Phone 6 Pro 在同样的设定下，同样跑满 59.9 帧，功耗是 3.96 瓦，已经是很好的表现了。而这一代能耗表现的确又更好了，平均只有 3.62 瓦。PUBG 应该就不用往下测了，真的没压力。邦尼也就不浪费时间，直接进入效能测试软体原神。我们这次测的一样是原神目前 loading 最重的图之一，原神须弥，连续30分钟。首先测不挂风扇的动态效能模式，在最高画质连续玩30分钟后，平均帧数落在60 FPS。温度上正面42.2度，背面40.2度，最低的档位就能完全跑满，维度都怀疑，这还要继续测吗？当然要。接着是不挂风扇的 X 模式，同样的30分钟游玩后，平均帧数落在60.1帧。温度上正面43.5度，背面41.2度，温度略微比动态效能高一点。这边我们也把平均功耗拉出来看，跑满61.1帧的 X 模式，全程平均功耗大约是 5.62 瓦。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亮点了，这次 A Gen 2的能耗表现真的强啊！60帧完全跑满，平均功耗只有 5.62 瓦。对比一下去年的 A+ Gen 1 6.5 瓦，足足低了 15%。如果是跟天玑9000 Plus 的 6.7 瓦对比，更是足足低了1瓦以上，功耗低了 19%。ROG Phone 7 Ultimate 今年一样达成了不挂风扇就可以30分钟顺跑原神，并且温度也就在40度出头，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原神啊原神，更高的解析度120 FPS 差不多该下放了吧？但还没测完，接着我们就挂上风扇继续实测。今年就不测风冷了既然挂上了风扇，应该会至少开个智能模式嘛。不过即使如此，每个模式我们都测了2-3次以上了，测到最后都是这个状态，都快要退坑原神了。不过如果你是喜欢看到邦尼团队被榨干的朋友，欢迎大家多多订阅、加入频道会员，或是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直接支持邦尼，让我们有更多能量，带来更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首先是智能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系统会自动调整风扇转速，是否启动制冷晶片，尽可能在能耗和散热上取得最大的平衡。在最高画质连续玩30分钟后，平均帧数落在了60.1帧，完全跑满。正面38.1度，背面34.9度，背面已经低于体温了。我们继续来酷寒模式，平均60.2帧，同样跑满了。正面37.1度，背面32.4度，背面手都已经有凉凉的感觉了。最后，我们把风扇插上电，效能全开，平均60.9帧。没错，不止一直线完全跑满了，系统读数已经接近全程61帧了，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结果啊！正面34.2度，背面34.8度，两面都低于体温，但背面比酷寒高了一些，主要就是真的放开来跑。我们也来看一下功耗，不装风扇的 X 模式 15.62 瓦，装上风扇的智能模式平均 6.83 瓦，也就是驱动风扇多了 1.2 瓦左右，这个能耗是挺可以的。也就是装上风扇跟去年没装的功耗差不多。而全程酷寒模式整体瓦数就比较高了，来到平均 9.9 瓦，因为启动了制冷晶片，风扇转速更高。虽然酷寒整体更凉快更稳，但我个人推荐就选智能档位即可，毕竟省下了3瓦，可以更有效延长游玩的时间。接着我们就进入终极测试，1小时的原神。我们今年就不测极冻了，我觉得酷寒应该就够了。看结果，原神1小时搭配风扇酷寒模式，全程跑满，平均60.2帧，正反两面温度也都只有32度左右。
看来，现在就算是1小时的测试，对 ROG 来说也是轻松应付了。最后，我们来看 Sunnymark Wildlife Extreme20人的压力测试。先设 X 模式，不挂风扇之下，稳定度 96.5%， 但温度也是真的挺高的。毕竟 A Gen 2这次 GPU 很强，不可能要马儿跑，又要它不吃草嘛。ROG 今年同样是效能全开，没再客气，达到正面 48.5 度，背面 45.2 度。可见虽然 A Gen 2 GPU 效能超强，但热量也是比较可观的。不过其实不用太担心，毕竟就是在测效能全开，主流的重度游戏都很难达到这个负载的强度。从热成像上也可以看到，热蛮快就导到均温板、萤幕这一面以及机身表面，代表有热从处理器导出来，稳定度也很高，没有积在里面导致降频。等一下挂上风扇后，就可以很快的把热从表面带走。接着我们挂上风扇，首先是智能模式，稳定度 98.3%， 只有些微波动，可以完整释放效能。正反两面也有效降温，正面 41.7 度，背面 36.9 度，回到了37度以内。最后是极冻模式，稳定度 97.7%。看起来比较差吗？其实不是，重点还是看分数。酷寒模式下，无论是最高还是最低，分数都比智能更高。正面37度，背面 36.5 度，这次风扇的散热表现还是非常强劲啊！光是挂上风扇，温度就从48度降到了37度，分数还高了2到3%。整体来说啊，今年 A Gen 2拥有高评价，真的不是空穴来风。而有了 ROG 的散热堆料和调教，整个释放和温度控制都很在线。好，看完了效能，接着我们来看到影音娱乐。这次在 ROG Phone 7 Ultimate 上，规格上差不多，依旧是 6.78 寸 Full HD Plus 三星定制的 AMOLED 的萤幕，最高出现 160Hz 萤幕更新率，以及 720Hz 的触控采用率。在设定选单中，一样有非常多的档位设定可以调节。而在萤幕亮度上，只是这一次提升的重点。这块 ROG 跟三星定制的萤幕，帮你也直接实测，在强光全白萤幕亮度下，可以达到1050尼特，上一代则是700尼特左右。10%显示面积的峰值亮度，居然可以达到1880尼特左右的顶级表现，上一代则是1000尼特左右，算是跟上了主流旗舰第一梯队的表现了。同时，大家也久等了。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也会导入手机评测的萤幕的色域和色准的测试项目。不夸张，这次购置的测试设备都可以买好几台 ROG Phone 7 Ultimate。虽然我还不知道 ROG Phone 7的价格，但这次用的器材买个好几台是绝对没问题的。这次为了买比较高阶、达到面板大厂出厂用的测试设备，真的是存钱存了很久啊！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首先来看到每一个模式我们实测出来的基本数据。ROG 这次一样提供了4档的显示模式可以选择，其中自然和最佳2个模式调教就是比较符合大家习惯的讨好眼球风格。除了色温达到7600K 左右，在色域表现上也是尽可能撑满了。而如果你想要最准的萤幕表现，那就选标准和剧院模式，分别就是对应 sRGB 和主流影像标准的 DCI-P3。这边我们来测色准，都是用预设的模式测量。首先是对应 sRGB 的标准，实测结果 Delta E 是 1.79， 这个数值小于2就是优秀的表现了。而对应 P3 的剧院模式表现更准， Delta E 达到 0.86， 用白话文来说就是顶级的显示表现。这块面板本身的体质和调教还是非常好的，都给过。最后我们也把详细的色域实测结果提供给大家参考啦。接着想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年这组风扇，安装上一样蛮容易的，按一下顶部的按钮，扣具就会自动弹开。接着把底部的 C 孔插上，压紧，这样就安装完成了。电源键也有对应的按钮，不会挡到。4颗实体按键本身尺寸够大，也有多轴可按压的设计。上面2颗无论是由上往下按，按直角的地方，或是按下面都可以成功触发。下面2颗的面积很大，依旧容易触发。这次主要的改变可以分成3大重点，分别是外观设计、风道以及全新的重低音喇叭 woofer。先说外观，
可以看到这一代整个设计依旧非常帅啊，镂空的风扇叶片，各种 RGB 导光，分区 RGB 的设计，让这一代的风扇在颜值上依旧非常可以。顺带一提，这一代的风扇叶片数量也有增加。对了，底部的支架，这一代的角度我觉得也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第二就是风道的设计也改变了。一直以来 ROG Phone 背板的散热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表现也都不错。但均温板其实是比较靠近萤幕这一端的，所以也会有热量累积在萤幕上。但毕竟风扇就是在后面，比较难解正面的热。而这一代 ROG 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风扇顶部加上了导流设计，让风扇的风也可以从背面吹向正面的萤幕中间，刚好是 SOC 置中的位置。所以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今年的原神测试正面萤幕的温度也有所下降。我们放一小张卫生纸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正面的确是有出风的。最后比较酷的是 ，ROG 这次在风扇上加上了一组重低音喇叭，搭配上手机本体的左右双前置喇叭，可以组成2.1的声道配置。而在续航力部分 ，ROG Phone 7 Ultimate 同样搭载6000毫安时的电池，萤幕同样是最高 165Hz 的 AMOLED， 帮你实测，在 165Hz 下可以达到13小时40分，上一代是11小时24分。120Hz 可以达到14小时36分，上一代则是12小时36分。整体来说，日常全程 165Hz 完全没有问题，一天一充依旧非常稳。如果是重度用户，可以考虑切换到144或是120Hz， 其实续航都很强了。在充电部分 ，ROG Phone 7 Ultimate 同样支援最高65瓦快充，帮你直接实测30分钟就可以充满88%，完整充满耗时45分钟。不过目前的版本，我们无法透过软体自动测量，所以为了严谨，我们直接站在它旁边盯着它。ROG 也不示弱，无惧之眼直接亮起来，跟我双眼对视。他看我，我看他，双方僵持不下。总之，邦尼团队整个测试流程还是比较严谨的，数据我们也都会测到底，验证无数次。像是这次充电就测了5轮以上，才会把最终的结果呈现给大家。这也是我们影片测试会需要更多时间的原因，还请大家放心。而在音效上 ，ROG Phone 7 Ultimate 也一样搭载了对称的双前置喇叭，透过 3D 封装技术，让低频表现进一步增强。以下帮你也提供一组实测供大家参考。最后 ，ROG 招牌的 Air Trigger 一样是有保留下来的，同样有各种手势设定的组合，超音波触控键，也有体感感应，像是甩一下填弹夹等等，整个可玩性还是蛮高的。等于是 Air Triggers 风扇4颗实体按键，体感3种方式都能够触发。此外 ，ROG 经典的游戏控制中心，游戏精灵当然也有。ROG 新增了4个新功能，首先第一个叫做游戏智慧提示。也就是游戏精灵会自动侦测游戏中重要的资源，并跳出独立的通知，像是蓝 buff 出现的时候，画面中间就会跳出通知提醒玩家。接下来这个也蛮实用的，叫做隐形挂机，可以让放置类的手游、自动打怪的游戏放在背景自己挂机，就不用怕老板来看到你上班还在挂机玩游戏了。此外，还有虚拟按键震动，可以独立设定你按下之后的震动效果。最后一个是精华智慧录影，系统则是会透过 AI 自动截取游戏中的重要时刻，将精彩的操作保留下来，也算是实用有趣。最后我来看到相机，基本上就是跟 ROG Phone 6 Pro 一样的主镜头、超广角加微距的3镜头配置。主镜头采用的是5000万的 Sony IMX766 感光元件。比较特别的是，根据 ROG 说明，他们这一代又用上了受益于 Agent 2 ISP 所带来的即时语义分割，会自动辨识画面上的元素进行最佳化。以下帮你直接提供实拍样张供大家参考。
录影部分 ，ROG Phone 7系列支援最高 4K 60 FPS 以及 8K 24 FPS 录影。以下也提供一段 4K 60的样片让大家参考。最后的时间，带大家来看一下盒装和机身配置。这次的盒装已经不是经典的六角柱设计了，不过整个盒装还是蛮帅的，并且用上了更多可回收的材料。对了，有买过 ROG Phone 的朋友，应该多少都有些印象。近几代 ROG 在盒装内部都会藏着一张 ROG 通行证，可以搭配 ROG Phone 开启 ROG 宇宙的游戏彩蛋。不过差异来喽，这一代的彩蛋居然是藏在盒装的封带啊！把手机放到指定的 NFC 感应区块后，就可以开启 ROG 宇宙的彩蛋。而上面有3颗按钮，则是可以控制 ROG 宇宙飞船。整个体验还是蛮酷的，彩蛋也会带你熟悉整个手机的特点。这次 Ultimate 版本的充电器、风扇也都是随附在盒装内的，并且提供了一个相容风扇的保护壳。机身配置上，同样是双面双 SIM 卡的设计，不支援 microSD 卡扩充。按键只用在右侧 ，USB-C 接孔一样是底部和左侧都有。专条接线玩游戏可以接在侧边，比较不容易干扰操作。并且 ROG Phone 7系列也有旁路充电，可以直接对主机板供电，绕过电池。你也可以选择自动旁路充电的选项，系统就会根据电量自动开启。底部同样保留了先进的 3.5mm 耳机接孔，并且 ROG 这次他们也听到了大家的心声，他们这次在风扇上也加回了 3.5mm 耳机接孔，可喜可贺啊！最后总结一下，这次 ROG Phone 7 Ultimate 的感想很简单，就是好的体质，强还要更强。A Gen 2本来就是高通今年让人很放心的一颗处理器，本身的体质就已经很好，再加上 ROG 的散热堆料，整体的效能释放上就已经是目前最强。原神1小时全程满帧，应该就是目前最顶的表现了。ROG 目前的设计目标还是很明确哦，日常使用动态模式的档位续航力很够，不用担心电力，完全没有电量焦虑。而15到30分钟的游戏本身的散热堆料就很足，不用装风扇，原神也可以全程满帧，但温度一定的嘛，大概40度上下。而如果你想要玩超过30分钟，甚至1个小时，那挂上风扇你就不用担心了，毕竟有制冷晶片，常常风扇拿下来，背板不是温温的，是凉的。浮夸一点来说，都怕住在里面的骁龙宝宝着凉了。总之，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现场摸一摸，感受一下就是空气动力扇7上的重低音喇叭效果，以及 A Gen 2这次的发力 ，ROG 怎么驾驭它啦。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这期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的实测，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最后，节目制作博弈，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我是栗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